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账房先生。临安城上到知府衙门的税银，下到城隍庙门口的馄饨摊，只要是跟银子沾家的账，没有我理不清的。23年账房生涯，经手的白银372万4611两，一文不差。可做鬼这10年，我手里偏偏攥着一笔怎么也对不上的账。事情出在灵位上，每年清明鬼门大开，隔壁坟头的刘婆子骑着捎来的指甲大轿晃过来，指甲缝里夹着金箔，冲我阴阳怪气：你那男人今年又来了，城南坟前跪了一整天，纸钱烧了3车，供果拜满半条山路，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就是灵位上供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知道，10年了，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灵堂上那块牌位刻的是亡妻赵氏明月之灵位。我不姓赵，我叫沈算清。我跟他拜堂那天，花轿从城东抬到城西，半个临安城都瞧见了。嫁的是沈家的女儿，拜的是沈家的祖宗。可他守灵10年，灵位上没有我一个字。刘婆子说的没错，怎么看都是我沈算清被一笔勾销了。但他不知道一件事，他供桌上那4碟祭品，蟹壳黄整7只，不多不少；藕粉桂花糕切成1寸3分的薄片，腌肚鲜盐只搁半勺，黄酒温到60度，杯里倒7分满。这4样的规矩，全天下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我。蟹壳黄7只，因为我属马忌8；藕粉糕1寸3分，厚了粘牙，薄了碎，就这个厚度咬下去最酥。腌肚鲜半勺盐，是我嫁过去头年在灶台上立下的规矩。黄酒60度，杯里7分满，是成亲那晚他给我斟的第1杯酒。我当时嫌他倒多了，拿筷子头蘸了蘸酒面，说7分刚好，多1分算浪费。连喝酒都要算这么清？我这辈子什么账都要算清。好，我记住了。10年了，他居然真的记住了。一个在灵位上刻着别的女人名字的男人，怎么会把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得分毫不差？灵位是假的，贡品是真的，名字是错的，规矩是对的，但这笔账不对。做了23年的账房，我太清楚，天底下的假账只有2种做法，一种是往里掺水摊墨，一种是把明账做成暗账。明面上的数目给外人看，真正的账藏在只有内行人才读得懂的暗格里。他不是忘了我的名字，他是在拿灵位做暗账，明面写给赵氏明月，暗地里每一叠贡品，每一个数目，每一分温度，都在用只有我看得懂的方式说，他记的人从头到尾都是我。可这就引出了我算了10年都没算通的那笔总账。一个男人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祭拜自己的亡妻？是谁逼得他连给我烧炷香都要用假名字？10年前那场要了我命的急症，到底是不是急症？如果这4碟贡品真的是暗，蟹壳黄7只，藕粉糕1寸3分，腌不鲜半勺盐，黄酒60度7分满，7、13、60，这串数目连起来，是不是还藏着第5笔我到现在都没算出来的账？我把10年攒下的全部身家43文7粒拍在鬼差的桌上，鬼差低头数了数，皱起眉。我解下腰间那把磨跟了我一辈子的算盘，把古珠一颗一颗拆下来，码在他面前。不够的话，把我下辈子的投胎名额搭上。沈账房，你疯了！你要还阳！我沈算清活了37年，管了23年的账，经手372万两白银，从没有一笔对不上。偏偏我自己这条命的账，到死都是笔糊涂账。今夜我回去对账，我不光要翻开他那本暗账，我还要查清楚10年前杀了我的那个人，是不是就坐在我的灵堂里，年年清明对着那块假灵位哭。鬼差收了我的算盘珠子，又在我下辈子的投胎文书上重重画了个叉，才不情不愿地推开那扇门。阴风裹着我，落在清明夜的临安城。10年了，城里和我走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白帆变叉，
纸钱满街，空气里全是烧焦的味儿。活人闻着呛，我们闻着香。我循着记忆往城西的家走，路过街角的陈氏绸缎庄，匾额还是我当年亲手题的字，笔锋受尽，带着算盘珠子拨出来的精明。可柜台后头坐着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见了我总要多塞一匹云锦的陈掌柜了。10年过去，林安城还认我算过的账，却没人记得我这个人了。一种被剔除的凉意顺着魂魄的缝隙往里钻，很快这股凉盐在我家门前凝成了冰。顾宅，门匾上干干净净的2个字，是我丈夫顾恒之的笔迹。可我记得清楚，我出嫁那年，这块匾是我自己写的沈顾宅，我非要加上我的姓。他对灯描红时还笑我霸道，说哪有妇道人家把自己的姓挂在夫家门楣上的。我说我沈算清嫁的人，一笔一画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他便由着我，如今我的姓连同我的霸道和规矩，都跟一笔被主人家勾销的坏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飘进院子，心口一空。我成亲那年，和顾恒之一人一敲在院子里亲手栽下的那棵梅树没了，换成了一棵石榴树，枝叶繁茂，已经结了几个青色的果子，多子多福。这4个字烫在我眼底。我那个连这世界都没来得及看一眼的孩子，若是还在，如今也该9岁了。屋里传来说话声，顾恒之正从里屋走出来。10年不见，他还不到40的年纪，人已经瘦得脱了形，两鬓霜白，眼窝深陷下去。我张了张嘴，想喊他一声恒之，可我的嘴只是动了动，发不出半点声音。鬼魂的悲喜，杨氏听不见。就在这时，一个身段窈窕的年轻女子从他身后跟了出来，自然地挽住他的手臂，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夫君，夜里凉，这碗安神汤还没喝完呢。夫君2个字把我这具魂魄钉在原地，我死时都没这么疼过。顾恒之接过药碗，一言不发。那女子顺势替他理了理微皱的衣领，手腕上的一只银镯子在烛光下晃了一下，那花纹是婆婆在我成亲那天亲手给我戴上的。她说这是顾家媳妇代代相传的东西，如今我的东西戴在了别人的手上。我飘进了堂屋，这里曾经挂着我的肖像，如今墙上换了一幅新的女子肖像，眉眼温婉，就是方才那个女人，画旁题字明月。整个家里里外外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我沈算清曾在这里活过。我被抹得干干净净。我飘进最里面的灵堂，灵位上赫然刻着亡妻赵氏明月之灵位，可灵位前的供桌上那4碟祭品让我猛地顿住了。蟹壳黄整7只，不多不少；藕粉桂花糕切成1寸3分的薄片；腌肚鲜盐只搁了半勺；黄酒温到60度，杯里倒了7分满。灵位和贡品出自同一个人的手，讲的却不是同一件事。一个男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做一本给死人看的暗账？心口的剧痛被一种熟悉的本能压了下去。我是算账的，做账的人有规矩，任何一笔查不清的烂账都得先从源头查起。我这笔烂账的源头是我自己的死。10年前，我怀着7个月的身孕，正在接手一笔数目巨大的盐税大账。那批账册从知府衙门转出来，足有半人高。我对到第3本时，发现了一个3200两的亏空，数目不大，但位置蹊跷，有人故意用10几笔小账填进去的。我想追查这笔亏空的来源。就在那几天，我的大伯沈广院提着1罐上好的血烟来看我。算清啊，你怀着身子就别太操劳了，这账先放一放，养胎要紧。我记得清楚，那罐燕窝炖出来味道发苦，我还跟顾恒之提过一嘴。许是药材的缘故，大伯的一片心意，别多想。我便没再想。3天后，我腹痛如绞，血流不止。急症凶险，回天乏术，母子俱亡。等顾恒之从外地贩货赶回来，我身子都凉透了。我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直到下了地府，才从押送我的鬼差口中听说，我那位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夫君，抱着我和孩子的尸身，在灵堂里不吃不喝，跪了3天3夜。在站起来时，28岁的年纪，
两鬓全白了。头3年，他年年来我坟前，纸钱烧了半条山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可第4年清明，他突然不来了。再后来，刘婆子便开始在我耳边阴阳怪气，他续席了。我恨过，在地底下，我对着他所在的方向不眠不休地恨了整整1年。后来渐渐就不恨了。他才28岁，前路还有几10年。我一个死人，总不能绑着活人跟我一起埋在土里。可续弦归续弦，灵位的事我认不了。既然已经娶了新人，为何要把一个活人的名字刻在亡妻的灵位上？这不是咒人死吗？我拉回纷乱的思绪，跟着顾恒之飘进了书房。10年过去，顾恒之更爱待在书房了。账册堆成了几座小山，全是家里几个铺子的进出流水。我扫了一眼，他的字还是那么丑，但比从前整齐了许多，每一个数目字都写得规规矩矩。夫君，每年都是这4样，不密吗？我瞧着街角王记的桃酥不错，不如今年添2碟。顾恒之头也没抬，贡品的规矩不能改。赵明月的笑容僵了一瞬，又恢复如常。他放下茶，退了出去。可他没有回房，而是绕到了书房的窗根底下，贴着窗栏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我飘过去，借着月光看清了他的眼神。那不是一个妻子在关心自己的丈夫，倒更像猎物。我重新审视这个家，翻新的宅子，换掉的门牌，拔掉的梅树，取代我画像的新人，所有我存在过的痕迹都被人仔细地清除掉了。唯独那4叠贡品10年分毫不差。我明白了，这不是一笔错账，是有人故意做了2本账，一本做给外人看，一本做给我看。清明正日，我跟着顾恒之出了门。我以为他总要去我的坟前看一看，他没有。他提着食盒，径直去了城南的乱葬岗，在一处无名碑前停了下来。那块碑上什么字都没有，孤零零立在那里。顾恒之将那4叠贡品原封不动地摆上去，蟹壳黄、藕粉糕、烟袋鲜、黄酒。然后他撩起衣袍，直挺挺地跪了下去，磕了3个头，额头碰在坚硬的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一声一声都砸在我心上。10年了，他宁肯来拜一块无名碑，也不肯去我的坟前。祭拜完毕，赵明月上前扶他，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夫君，大伯今晚在沈家设了家宴，说是许久未见，想同你叙叙旧。”顾恒之的手在袖中不易察觉地攥了一下，动作很小，但我看得清清楚楚。沈家大宅灯火通明，大伯沈广玄坐在上首，满面红光，一见面就拉住顾恒之的手，嘘寒问暖：“恒之啊，这些年我看着你日渐消瘦，心里比谁都疼。来，快坐，尝尝这排骨，算清以前最爱吃这个，你还记得他的口味不？”我冷冷地看着他。酒过3巡，沈广院忽然叹了口气，眼眶都红了。说起来，还是算清这孩子命苦。当初那罐燕窝，若是我能早送几天，兴许母子俩还能保住一个。他说着，竟真的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我盯着那张悲痛的脸，胃里一阵翻搅。我做了23年账，什么成色的假账没见过。真心疼一个人，不会把一罐燕窝挂在嘴边说上10年。只有不心疼的人，才需要反复提醒别人自己曾经心疼过。话锋一转，沈广元状似不经意地问：“对了，恒之，算清当年经过手的那几本盐税旧账，最近衙门里好像在翻旧档，说不定会查到我们家头上。那些账册，你手上还有留底吗？”这才是正题。顾恒之停了筷子，神色平静：“算清的遗物，当年清点时我都烧了，大伯放心。”沈广云笑着点头，端起酒杯，可搁下时指节发白。沈广元身旁一直沉默不语的赵明月，趁着给顾恒之续茶的功夫，不着痕迹地朝沈广元递了个眼色。我全明白了，赵星月根本不是什么续席，他是沈广元安插在顾恒之身边的棋子，一个眼线。沈广元用一个亲侄媳妇的名分，让自己的眼线堂堂正正地住进了顾家，一盯就是6年。回到顾宅，顾恒之平退了赵明月，独自进了灵堂。我跟了进去。顾恒之没有上香，只是直直跪在了灵位前的蒲坛上，从怀里极慢极珍重地取出一张泛黄的旧纸，
我凑近了看，那是一页账册的残片，纸上是我的笔记，用红笔重重圈出来一个数目，3200两，是我死前发现的那笔亏空，他竟然一直留着。顾恒固用粗糙的指腹摩挲着那页残片，嘴唇一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贴到最近，用尽全部心神，才从他喉咙的震动里断断续续地分辨出几个字。他不是在念经，也不是在叫赵明月的名字，他在一遍一遍地重复着2个字。那2个字我听不真切。顾恒之将残片重新小心藏好，起身离开，随手将灵堂的门虚掩上。我独自站在灵位旁，盯着这一明一暗2本账，直觉告诉我还差最后一页，只要翻开那一页，我今生今世这笔总账就能彻底阿平了。入夜，我守在灵堂里，一步也不肯走。做账的人直觉最准，我能感觉到这个家里紧绷了10年的那根绳今夜就要断了。子时刚过，院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沈广元带着管家和壮硕的家丁闯了进来，赵明月跟在最后，换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恒之，明月说你书房的桌子下面藏了些旧物，不是什么大事，你把它交出来，咱们还是一家人。大伯，我说过什么都没留。沈广元叹了口气，挥了挥手，管家立刻带人翻箱倒柜。赵明月没有参与，他径直走到供桌侧面，蹲下身，手指准确无误地摸到了桌面下的一个小小凸起，用力一按，供桌侧板弹开一个暗格。他在这个家了6年，就是为了确认这个位置。暗格里那页账册残片和一封盖着官府印鉴的举报信被管家一把抓了出来。沈广元接过信和残片，只扫了一眼，脸上最后一丝笑意消失了。他面无表情地将那页被顾恒之珍藏了10年的残片，连同那封举报信撕成了碎片。他把碎片扔在地上，还用脚尖碾了碾。10年的隐忍，10年的证据，就在我眼前被2只手轻易撕碎了。做完这一切，沈广元转向供桌上的灵位，发出一声冷笑：亡妻赵氏明月，顾恒之，你连给他立个牌位的胆子都没有，这么窝窝囊囊的守了10年，算什么男人？说着，他抬手一挥，将那块灵位重重扫落在地。哐当，沉重的木牌摔在青砖地面上，应声而裂，外层的木壳当场崩开了一道大裂缝，裂缝间好像还嵌着一层什么东西。内层的木面上借着烛光，能看到密密麻麻刻满了蝇头小字。沈广元只瞥了一眼，见不是什么账目或证据，全是些不值钱的私房话，便不屑地冷哼一声，转身带着人扬长而去。顾恒之最珍惜的东西在沈广元眼里一文不值，这才是最狠的刀。赵明月走在最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顾恒之，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都没说，跟着走了。灵堂里只剩下顾恒之一个人，他半晌没动，然后猛地扑过去捡地上的碎片，根本不顾手掌被锋利木扎得满是鲜血，只是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拢进怀里。我蹲下来，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那些碎片上刻的字，那是一个个日期，从我死后的第2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每一条的开头都是同一个名字：算清，今日丁折，院里的梅花开了，你看不见了。算清，蟹壳黄又作废了一炉，还是没你做的好吃。算清，第63次了，还是没找到能让你回来的法子。我的魂魄在剧烈的颤抖，我伸出手想去触碰其中一块刻着我名字的碎片，这一次我的指尖没有穿过去。我碰到了实实在在的、粗糙的、带着它掌心温度的木头质感。几乎是同时，正捧着碎片肩膀不住颤抖的顾恒之猛然僵住了。他怀中那堆碎片里正有一块被一只他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慢慢地拿了起来。顾恒之整个人僵在原地，他怀中那些浸到血和泪的木头碎片是他10年来唯一留下的东西。周围什么声音都没了，只剩他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擂在耳膜上。顾恒之盯着那块悬浮的碎片，嘴唇哆嗦了半天，
才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算清。我拿着那块刻着我名字的木片，不敢动弹，指尖传来的触感太真实了。粗糙的木纹，边缘锐利的木刺，甚至还有一丝他掌心伤口渗出的温眼血腥气。这种活着的实感，一触即碎。我怕我一松手，下一秒指尖又会毫无阻碍地穿过去，重新变回那个只能看不能碰的孤魂。顾恒之伸出手，朝着那块碎片覆盖过来，然后他温热的带着血迹的掌心附在了我的手背上。我的魂魄是冰凉的，他的手是滚烫的。冰与火相触的一刹那，顾恒之浑身一颤，那双深陷的沉寂10年来看什么都波澜不惊的眼睛里瞬间涌起了潮水。他一把将我的手连同那块木片扣进掌心，力气大得惊人。他把我的手攥住，要把它嵌回自己身体里似的，再也不肯放开。算清，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发不出声音，被他攥住的手指也动弹不得。情急之下，我用尽全力，用空着的另一只手的指尖，在他粗糙的手背上一笔一画的写字。魂体的力量微弱，写下的每一个笔画都艰难无比。他掌心的肌肉猛地一紧，在第2个字写完，他攥得我冰凉的指骨都开始发疼。顾恒之骤然低下头，滚烫的额头抵在我冰冷的指尖上，有温热的液体从他紧闭的眼角滑落，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那灼热的温度，隔着10年的光阴，隔着生死的界限，依然烫得我指尖一颤，烫得我整个魂魄都在震。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两鬓霜白，是从发根到发梢，一根根一片片，全被染成了刺眼的银白，一根黑的都没能长回来。我的心被揪住，我抽回手，不再理会他的桎梏，开始去捡拾地上散落的其他碎片。顾恒之没有阻止，只是跪在那里，目光一瞬不生地跟着我的动作。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又仿佛近在咫尺。我将那些碎片一块一块在青石板上拼扣起来，每一块碎片都是他的一天。算清春分，今天按你教的法子做了腌肚鲜，盐放了半勺，笋也按时令挑了最好的，可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到底差了什么呢？算清。立夏，赵明月想把院子里的梅树移走，种回石榴树，我没让。算清。大暑，你最喜欢的那棵梅树，到底还是被雷劈断了一枝。我找人接上了，用最好的金疮药敷着，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算清。中秋，他们都说该往前走了，可我的每一步都是在往回走，走向有你的那一年。算清。冬至，今天又去看了那个无名碑，我知道你不喜欢那儿，太荒凉了，可只有在那儿，我才能跟你说说话，不怕被他们听见。我一片一片地读，一行一行地看，10年光阴，3000多个日夜涌过来，那些被他藏在心底不见天日的思念，此刻赤裸裸地铺陈在我面前，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翻到了最近的一块碎片，上面的字迹刻得极深，快要穿透木板。算清，清明前夜，第81次尝试了，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贡品还是那4样：7、1、3半、60、7。你是算账的人，你若能看见，就算算这串数。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我是沈算清，临安城最好的账房。我这一生都在和数目字打交道，每一个数字在我眼里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和意义。蟹壳黄7只，因为我生平忌8，觉得它像解不开的连环锁。藕粉膏切1寸3分，是我试过几10次后定下的入口最合适的厚度。腌肚心的盐只放半勺，是他出远门时我怕他口渴特意改的口味。黄酒温到60度，是我发现的能激发出酒香又不烫口的温度。可现在把它们剥离出来，重新排列：7、1、3， 7月13，子时60甲子轮回，最后一个7分满。供桌上那杯倒了7分满的黄酒，7月13，子时60甲子轮转之极，以7分满的黄酒为饮，可召魂归。
这是我当年在一本讲怪力神神的志怪杂记上看到的一句话，我还当笑话讲给顾恒之听过，说这些方式为了骗钱，编故事的本事倒是一流。他竟然当真了，不止当真了，还为此准备了10年。顾恒之死死攥着我的手，那股滚烫的温度顺着我冰凉的指骨一路烧进我虚无的胸膛里。我看着他满头的白发，看着他深陷的脸颊，38岁的人活像个行将焦木的老叟。他跪在满地碎裂的木片里，仰着头看我，眼泪把脸上的灰尘冲出2条泥痕。算清，是你回来了，对不对？那本书上写的法子是真的。7月13，子时交替，黄酒7分满。我试了81次，终于把你等回来了。他语无伦次，手上的力气大得几乎要捏锁的魂魄。我张开嘴，拼命想发出声音，可阴阳两隔的规矩压在舌根上，我只能发出几声气音。我用空着的那只手反握住他的手腕，太瘦了，骨头扼着我的掌心，像一把生锈的柴刀。我拉着他的手，在地上的青砖上写字。你到底做了什么？顾恒之看着地上的字，突然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算清，你是临安城最好的账房，你教过我，天底下的账，有借就得有还。我向老天爷借你回来，自然得拿东西去还。他低下头，看着那块被劈成2半的假灵位，声音轻得像一阵风。那本杂记上说，招魂的阵法需要一个引子，叫瞒天过海，一命换一命。要用一个活人的命去填死人的坑。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一命换一命，他疯了。我拼命摇头，手指在地上飞快地滑动。赵明月6年前，大伯把他领进门。大伯说，我膝下无子，总得有人留个后。他把这个女人塞给我，不过是想在顾家安插一双眼睛，盯着我有没有藏起当年的旧账。我当时看着赵明月那张脸，心里全明白了，大伯这是连我最后一点活路都要堵死。可是算清，我没拒绝，我答应娶她进门，但我提了一个条件。他停顿了一下，眼尾泛起一抹诡异的红。我告诉大伯，既然要娶新妇，就得把旧人请出去。我要在你的灵位上刻上赵明月的名字。大伯当时愣住了，他以为我怕了他，以为我为了苟活连结发妻子的名分都肯卖。他们痛快地答应了，可他们不懂。顾恒之凑近我，压低声音，像在诉说一个天大的秘密。把活人的名字刻在死人的灵牌上，日日夜夜受着香火祭拜，受的是阴间的规矩，折的是阳寿。我用你的生辰八字做底，用赵明月的名字做面，这叫偷梁换柱。等阵法一成，地府的鬼差来锁人，带走的就是赵明月，而你就能借着他的躯壳重新活过来。我整个人僵在原地。我做了23年的账，算过金银铜钱，算过柴米油盐，可我从来没算过人命还能这么算。他竟然用6年的时间布了这么大一个局，把大伯安插进来的眼线变成了他招魂的祭品。他每日摆上那4碟我最爱的贡品，不是为了演戏给赵明月看，是为了把我的魂魄一点一点引到赵明月的名字上。他要杀人，他要用赵明月的命来换我沈算清的命。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觉得陌生，又觉得痛彻心扉。我那个连算盘珠子拨错一颗都要内疚半天的书呆子夫君，到底是被这10年的岁月
逼成了什么模样。我用力抽出手，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我的手穿过了他的脸颊，带起一阵阴风。我指着地上的碎木片，一字一顿的写：假的，法子是假的。不可能！你不是回来了吗？你就在我面前啊！我闭上眼，强忍住魂魄深处传来的撕裂感。我能碰到他，不是因为什么狗屁阵法，是因为我用下辈子的投胎名额换了今夜这几个时辰的还阳。阵法是假的，借命是假的，他这10年全是一场空欢喜。我必须打醒他，我不能让我的男人背上一条人命债，生生世世不得超生。我重新抓住他的手，在他掌心写下4个字：我会走的。顾恒之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反手死死抱住我，哪怕他的手臂穿过了我的肩膀，他也保持着那个拥抱的姿势。别走，算清，别留我一个人。我算不明白这笔账了，我真的算不明白了。他在我耳边嚎啕大哭，10年的委屈，10年的筹谋，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我抬起手，虚虚地环住他的背。天快亮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等顾恒之哭够了，他像个耗尽了所有力气的孩子，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拉过他的手，在他掌心慢慢地写：哭够了就起来，沈家的账还没算完。我点头。我沈算清活了37年，从不吃哑巴亏。大伯沈广元为了掩盖3200两的盐税亏空，在我的安胎药里下了毒，害得我1尸2命。这笔血债挂在账面上10年了，该收利息了。顾恒之惨笑一声，指着地上的碎纸片：怎么算？唯一的一页残账，刚才被大伯撕了，那是最后一点证据。我护了10年，还是没护住。我看着他颓废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我用力戳戳他的掌心。脑子呢？顾恒之被我骂得一愣。我继续写：我做了23年账房，遇到烂账，只留1页残片。你当我是开善堂的？顾恒之的眼睛猛地亮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声音直发抖：算清，你的意思是？我冷笑一声，做我们这行的讲究一个狡兔3窟。当年我查出那笔3200两的亏空时，就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那10几笔填进去的小账做得太糙了，根本不像衙门里那些老油流的手笔，倒像是急于掩盖什么，匆忙填上去的。我去查了那几家供货的商铺，全是大伯沈广官名下的产业。我当时怀着7个月的身孕，本不想把事情做绝。我把那页残片圈出来，是想等大伯来找我时，给他留个台阶下。只要他把亏空补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我低估了人心的贪婪。他送来了那罐加了料的血烟，在他送燕窝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已经把整本盐税账册连同他做假账的题稿全部抄录了一份。那是一本真正的底账，一本能把沈广陵9族都送上头台的催命符。我看着顾恒之，写下了一行字：抵账还在。顾恒之猛地站了起来，因为起得太急，他眼前一黑，险些栽倒。我虚虚地扶了他一把，他反手抓住我，急切地问：在哪儿？我翻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连梅树底下都挖过，什么都没找到。我叹了口气：你当然找不到，因为那个地方，你这10年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我在他掌心写下3个字：乱葬岗。顾恒之整个人如遭雷击，他呆呆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乱葬岗，
那个无名碑。我点头。10年前，我预感到自己可能要出事。我把那本底账用油纸包好，外面裹了3层防水的牛皮，封了火吸。我叫来了街角的刘婆子，给了她2两银子，让她把这个包袱埋在乱葬岗最南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下。后来我死了，我的孩子也死了。顾恒之把那个没能看一眼世界的孩子葬在了乱葬岗，就在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边立了一块无名碑。这10年，他每年清明去祭拜的，不是一具空坟，那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留给他的最后一把刀。顾恒之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他没有哭出声，但我能感觉到他指缝间渗出的绝望和懊悔。他守着那座坟，守了10年。却不知道他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埋在他膝盖底下的泥土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写下最后一行字：拿上铁锹去刨坟。夜风穿堂而过，吹得灵堂里的白帆猎猎作响。顾恒之没有半分犹豫，他转身冲进柴房，摸出一把生锈的铁锹。路过井台时，他停下脚步，打了半桶凉水，从头浇了下去。10月的井水冷得扎骨头，他打了个寒战，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清明的可怕。那是被逼到绝路的人准备搏命的眼神。我飘在他身侧，跟着他翻出院墙。临安城的长街空无一人，打更人的梆子声在远处回荡。天快亮了，留给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乱葬岗在城南的荒山坡上，这里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极重，平日里连野狗都不愿意往这边跑。顾恒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乱草丛里，铁锹拖在地上摩擦着碎石，发出刺耳的声响。我们停在那块无名碑前，青石板打磨得有些粗糙，上面干干净净，一个字都没有。碑前还摆着几个时辰前顾恒之刚刚放下的4碟贡品，蟹壳黄沾了夜露，软塌塌的。顾恒之扔下铁锹，扑通一声跪在碑前。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伸出手，一点一点把碑上的泥土擦干净。孩子，他声音哑得厉害。阴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纸片。我站在他身后，看着那块矮小的石碑，心口像被人剜了一刀。我那个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的孩子，如果活着，现在该有这块石碑这么高了吧？顾恒之磕了3个头，然后他站起身，抄起铁锹，对准石碑右侧半尺的地方狠狠铲了下去。泥土翻飞，乱葬岗的土很硬，夹杂着碎石和树根。顾恒之的双手本就被木刺扎得鲜血淋漓，没挖几下，骨口就震裂了，血顺着锹杆往下流，渗进黑褐色的泥土里。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像个不知疲倦的疯子，一锹接着一锹。当，顾恒之猛地停住，他扔掉铁锹，直接趴在地上，用双手去扒那些泥土，指甲翻卷，泥沙塞满了指缝。终于他从泥坑里抠出了一个沾满泥污的牛皮包裹。10年的地下沉浮，外层的牛皮已经有些腐烂发黑，但上面封着的火漆依然完好无损。顾恒之捧着那个包裹，手抖得像筛糠。他用牙咬开火机，一层一层剥开牛皮，里面露出一层油纸。再拆开油纸，一本泛黄的账册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账册的封面上是我用蝇头小楷写的4个字：盐税抵账。顾恒之死死盯着那4个字，那声音像一头被困了10年的孤狼，终于咬断了脖子上的铁链。他在乱葬岗的阴风中把那本账册死死按在胸口。算清，我拿到了，我终于拿到了！我知道这笔压了10年的烂账
终于要见光了。我拉过他的手，在他掌心写字，账拿到了，接下来按我说的做。他看着我，眼神从镇江变为决绝，重重的点了点头。顾恒之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却亮得惊人。你说，只要能杀了他，要我这条命都行。我冷笑，要你的命干什么？我要的是沈广元身败名裂，倾家荡产，秋后问斩。我沈算清的算盘，从来不打亏本的仗。我让顾恒之翻开账册，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一笔一笔教他看。做假账的人最怕的不是被人查，而是被人摸清了做账的习惯。沈广元是个极其自负的人，他名下的10几家商铺，账面做得花团锦灿，但他有个致命的习惯，他喜欢把亏空拆成逢七的零头。比如3200两，他不会直接写，他会拆成777两、427两、1077两，凑在一起，正好是那个数。只要懂行的人把这些逢七的账目单独拎出来，重新排盘，他的老底就漏得干干净净。我当年就是抓住了他这个习惯，才顺藤摸瓜查出了底账。顾恒之听得极其认真，他虽然不精通算账，但这10年为了模仿我的本纪，他把家里的账本翻烂了。对于数字的敏感度，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懂读书的酸袖子了。我懂了。顾恒之合上账册，小心翼翼地贴身藏好。只要把这本底账交到知府衙门，大伯就死定了。我摇了摇头，在顾恒之掌心写下2个字：不够。不够。这10年，临安城的知府换了3任，现在的知府跟沈广顺喝过酒，吃过饭，说不定连干股都拿了。你拿着一本10年前的旧账去告状，人家一句话查无实据就能把账本扣下，到时候打草惊蛇，沈广元反咬一口，说你伪造账册诬陷长辈，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该怎么办？我扯了扯嘴角，既然是算账，就得把局做大，大到知府不敢唬，大到沈广元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我要教顾恒之的是一招请君入瓮。我写下几个步骤，顾恒之越看眼睛睁得越大，最后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算清，这一招太险了，如果大伯不上当呢？我冷哼一声，他一定会上当，因为他贪。这10年他一直没有彻底弄死你，就是因为他不确定你手里到底有没有底账。今晚在灵堂，他虽然撕了那页残片，但他心里那根刺并没有拔干净。只要你给他一点甜头，他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蚂蟥，死死咬上来。天边泛起了一丝鱼肚白，乱葬岗的阴气开始消散，我的魂体也跟着晃动了一下，变得有些透明。顾恒之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猛地像记长，伸手想抓我，却只抓到了一团空气。算清，你怎么了？我摇摇头，示意他没事，在地上写下最后几个字：回去，天亮开戏。顾恒之死死咬着牙，他深深看了一眼无名碑，又看了看我，转身大步向城里走去。他的背脊挺得笔直，像一把藏了10年的刀，终于出鞘。顾恒之回到顾宅的时候，天已经大亮，院子里静悄悄的。管家和家丁昨晚跟着沈广义闹了一通，此刻都在前院补觉。赵明月坐在堂屋里，手里端着一盏茶，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顾恒之浑身是泥，满手是血的样子，他惊得站了起来。夫君，你这是怎么了？他急匆匆走过来，想要拿手帕去擦顾恒之脸上的泥。顾恒之微微侧头，避开了他的手。他看着赵明月，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明月，昨晚的事委屈你了。赵明月的手僵在半空，他眼底闪过一丝慌乱，随即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夫君说的哪里话？是妾身没用，没能拦住大伯。那叶残片毁了也就毁了，只要夫君人没事就好。顾恒之叹了口气，他走到太师椅旁坐下，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茶，一饮而尽。毁了也好。他喃喃自语，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赵明月听见。本来也就是个幌子。赵明月的耳朵猛地竖了起来，他端着茶壶走过去，一边倒茶，一边装作不经意地问：“幌子？夫君这话是什么意思？”顾恒之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带着几分疲惫，几分信任。明月，你跟了我6年，有些事我也不瞒你了。昨晚大伯撕掉的那叶残片，确实是算清留下的，但那只是本名账。真正的底账，算清当年根本没放在家里。他把账本藏在了城外大通钱庄的暗柜里。赵明月的手猛地一抖，茶水溅出几滴，落在桌面上。大通钱庄，顾恒之点点头。算清当年在那儿存了一笔私房钱，留了个暗柜，钥匙一直挂在我的脖子上。他从衣领里掏出一把黄铜钥匙，在赵明月眼前晃了晃。我今天就去钱庄把账本取出来。大伯既然不念亲情，就别怪我鱼死网破。我先洗换身衣裳，等坊门一开，我就去钱庄。门帘落下，堂屋里只剩下赵明月一个人。我飘在半空，冷冷地看着他。赵明月的脸色变幻莫测，他盯着顾恒之消失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快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他走到后窗，推开一条缝，把纸条塞进了一个等在墙外的乞丐手里。乞丐拿了铜板，飞快地跑了。我看着那乞丐跑远的方向，那是沈家大宅的方向。鱼咬钩了。我飘回里屋，顾恒之正站在水盆前洗脸，他看着水面上的倒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这世上最容易让人相信的谎言，就是9分真1分假。大通钱庄确实有我的暗柜，我也确实在那儿存过东西。来人，备轿，我要去大通钱庄。沈广仁接到消息，一定会派人去大通钱庄堵截，甚至会动用官府的关系，直接查封钱庄的暗柜。他要抢在顾恒之前把那个底账拿到手，这就叫调虎离山。他把注意力全放在了城外的钱庄上，就不会注意到真正的底账已经被顾恒之揣在怀里，正大光明地朝着知府衙门走去。临安城的知府衙门坐落在城东的青龙街上，门口2座大石狮子威风凛凛。那面用来鸣冤的灯纹鼓已经有3年没响过了。辰时3刻，日头刚刚升起，青龙街上人来人往，早市正热闹。顾恒之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他深吸一口气，随即缓缓吐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一步一步走到衙门前，没有犹豫，没有停顿，他拿起鼓槌，对准那面蒙着厚厚灰尘的灯纹鼓，狠狠砸了下去。咚！沉闷的鼓声像一道惊雷，炸响在临安城的上空。街上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早点摊的老板连馄饨都忘了捞，所有人都看向那个站在衙门前瘦削却挺拔的男人。咚咚咚，3声鼓响，衙门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2个睡眼惺忪的衙差提着水火棍走出来，骂骂咧咧：“大清早的，谁在敲鼓？找死啊！”顾恒之扔下鼓槌，掀起长长的下摆，在坚硬的青石板上重重跪了下去。草民顾恒之，状告临安城商会会长沈广权，10年前贪墨盐税3200两，毒杀亲侄女沈算清，一尸2命，求大老爷开堂问案。他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决绝。
周围看热闹的百姓瞬间炸开了锅。沈广元是谁？临安城首富，商会会长，知府大人的座上宾，告他还是10年前的旧案，这人莫不是疯了？去，哪里来的疯子？沈老爷也是你能告的？说着就要上来赶人，顾恒之不躲不闪，从怀里掏出那本用油纸包着的账册，高高举过头顶。草民手握10年前的盐税抵账，若有半句虚言，愿受滚钉板下油锅之刑。抵账2个字一出，衙役不敢动了。盐税，那是朝廷的命脉，沾上这2个字，谁也不敢轻易压下去。很快，消息传进了后堂，知府大人穿着官服，黑着脸升了堂。顾恒之跪在堂下，我飘在他身边，看着堂上那个大腹便便的知府，心里冷笑，现在的知府姓王，是个出了名的墙头草，他一定会派人去通知沈广元。果然，不到半个时辰，沈广元坐着轿子，急匆匆地赶到了衙门。他一进公堂，先是恶狠狠地瞪了顾恒之一眼，然后换上一副笑脸，冲王知府拱了拱手：“大人，这都是一场误会。我这侄女婿，自从10年前死了发妻，这脑子就一直不太清醒。他手里那什么账册，纯属捏造，大人切莫听信疯子之言啊！”王知府摸了摸胡子，咳嗽了一声：“顾恒之，沈老爷说你捏造账册，你可有话说？”顾恒之抬起头，他看着沈广元那张虚伪的脸，慢慢站了起来。大人，账册是真是假，一看便知。草民请求当堂验账。公堂之上，鸦雀无声。王知府给旁边的师爷使了个眼色，师爷走下堂，从顾恒之手里接过那本账册，翻开看了几眼，眉头越皱越紧。他凑到王知府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王知府的脸色变了，这本账册上的印鉴、格式，甚至批注，全都符合10年前府衙的规矩，造假是造不出这么逼真的东西的。沈广元见势不妙，冷笑一声：“大人，就算这账册格式对，里面的数目也是他乱写的。他说我贪墨3200两，证据呢？这账面上哪有一笔3200两的支出？”大伯，你做账的习惯，算清10年前就摸透了。你喜欢把亏空拆成逢七的零头。他指着师爷手里的账册，声音洪亮：“大人，请看丙申年3月17的账目，777两的损耗，427两的运费，1077两的仓储，919两的杂大费，加起来正好是3200两。”沈广元的脸色瞬间煞白，他猛地后退了一步，指着顾振之：“你胡说八道！这都是正常的支出。”正常的支出。大人可以派人去查10年前的运船记录。3月17那几天，临安城连降暴雨，运河封航，根本没有商船进出。哪来的运费和仓储？王知府的额头上开始冒汗了。他虽然收过沈广元的钱，但这事儿要是真查实了，他也得跟着掉脑袋。他猛地一拍惊堂木：“沈广元，你作何解释？”沈广元慌了，他扑通一声跪下：“大人明鉴，这都是顾恒之诬陷，他为了霸占沈家财产，故意伪造证据。”就在这时，堂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是赵明月，他头发散乱，脸色惨白，手里还死死攥着一个包袱。“大人，捕头单膝跪地：“属下奉命去大通钱庄搜查，正好撞见这妇人拿着钥匙去开暗柜，属下将她拿下，搜出了这个包袱。”他以为那是顾恒之藏起来的真底账。“大人，这就是顾恒之伪造账册的底稿，这女人就是他同谋。”王知府打开包袱，全场安静了。包袱里没有账本，只有一双做工精细的男士冬靴，鞋底上还用红线绣着一个小小的算字。沈广元傻眼了，赵明月也傻眼了。顾恒之看着那双靴子，眼眶瞬间红了。那是10年前我熬了3个通宵给他做的，还没来得及送出去，我就死了。
顾恒之转过头，看着赵明月，声音冷得像冰。明月，我早上才告诉你大通钱庄有暗柜，你怎么比衙门的人去的还快？你是去拿账本的，还是去替谁销毁证据的？赵明月瘫软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顾恒之从袖子里抽出几封信，扔在沈广玄面前。大人，这是这6年间赵明月和沈广玄的通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沈广元是如何指使他监视我，如何寻找当年的底账，甚至还有当年沈广元花钱买通药铺伙计，在算清安胎药里下毒的口供。沈广贤看着那些信，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了，他瘫坐在地上，面如死灰。大局已定，3200两的烂账，10年的血债，在今天终于算清了。王知府连拍了3次惊堂木，当堂宣判：沈广元贪墨盐税，毒杀亲侄女，罪无可恕，判斩立决，秋后问斩。沈家家产全部充公，赔偿顾家10年来的一切损失。赵明月作为同谋，判流放3000里，寓教不赦。退堂鼓敲响的那一刻，顾恒之站在公堂中央，他没有笑，也没有哭，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与敌意，只是静静看着沈广兴被拖下去。我飘在他身边，看着他挺直的背，心里那口憋了10年的怨气终于散了。顾恒之走出衙门，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泛着一层淡淡的金光。他没有坐车，而是一步一步走回了顾宅。推开院门，院子里那棵讨厌的石榴树已经被他昨晚砍断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这场深处积压10年阴霾散去，他走进灵堂，满地的碎木片还没来得及收拾，他蹲下身，从怀里掏出一块崭新的金丝楠木，那是他刚才回来的路上在木匠铺买的。他拿起刻刀，一笔一画，极其认真地在木牌上刻字，木屑簌簌落下。爱妻沈算清之灵位，这7个字他刻了整整1个时辰，每一刀下去都像是刻在他自己的骨头上。刻完之后，他把灵位端端正正地摆在供桌上，然后他转身去了厨房，生火、和面、切笋、温酒。半个时辰后，4碟热气腾腾的贡品摆在了我的灵位前：蟹壳黄整7只，藕粉桂花糕切成1寸3分，腌笃鲜，盐放了半勺黄酒，温到60度，杯里倒了7分满。他做完这一切，在蒲团上坐了下来。他看着灵位，轻声开口：算清，账算清了，沈家倒了，大伯要死了，你的名字也终于能堂堂正正地摆在这里了。他端起那杯黄酒，仰起头，一饮而尽。我知道你在那儿。然后他转过头，看向我站着的方向。他其实看不见我，但他看的位置分毫不差。昨晚在乱葬岗，我就知道你一直跟着我。他笑了笑，笑容里透着一股让人心碎的释然。你教我怎么做局，教我怎么查账，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什么账都能算得清清楚楚。可是算清……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空洞荡的掌心。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俩这笔账该怎么算？我的魂体开始剧烈的闪烁，指尖已经开始变得透明。时辰到了，鬼差的锁链声已经在院子外面响起了。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伸出半透明的手，轻轻附在他的手背上。顾恒之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冰凉，他猛地反握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像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算清。他看着虚空，眼眶瞬间红了。别走，求你别走，沈家倒了，仇报了，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我把院子里的梅树重新种上，我再去学做蟹壳黄，我保证这次一定做得比你还好。
他语无伦次地哀求着，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我的手背上，穿透我的魂体，落在青砖上。我看着他，心里酸涩得厉害。我抽回手，在他掌心慢慢地写字：横支杖平了，我该走了。梅萍，梅萍，你欠我10年的光阴，我欠你一条命，这笔账怎么平得掉？他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抵在自己的脖子上。算清，你带我一起走。黄泉路上太黑，你一个人会害怕的。我吓了一跳，猛地扑过去，想要夺下他手里的刀，可我的手直接穿过了刀锋，我碰不到食物了，我的时间真的用尽了，我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算清，我太累了，这10年，我每一天都在想你，我撑不下去了。我凑过去，虚虚地抱住他的头，将下巴搁在他那满头的白发上。我在他耳边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说出了一句话。虽然他听不见声音，但我知道他能感觉到。恒之，好好活着，祸滚了再来找我，我会在奈何桥边给你留一笔账，你不来，我不投胎。好。他哽咽着，用力点了点头。我活着，我替你看着临安城的梅花开，我替你把顾家的账本管好，你等我，一定要等我。院门外，鬼差的锁链的锁链声已经到了门口。我冲他笑了笑，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飘出了顾宅。一阵阴风吹过，灵堂里的白帆落了下来，供桌上的烛火跳动了一下，稳稳地燃着。那块刻着爱妻沈算清的灵位，在烛光下泛着温润的光。这10年的烂账，终于一笔勾销。地府的风永远是冷的，没有四季，没有日夜。我跟着鬼差一步步走向阎罗殿。那个收了我算盘珠子的判官正坐在高高的案台后，翻着生死簿。他看到我，挑了挑眉。沈账房回来了。我点点头。账对上了吗？判官提起朱砂笔，在生死簿上勾了一笔。对上了。阳间顾恒之为你重立灵位，洗刷冤屈，你那笔糊涂账平了。他合上生死簿，把我的算盘推了过来。你的算盘珠子还你，下辈子的投胎名额也给你留着，去奈何桥边排队吧。我接过算盘，骨珠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摇了摇头，我不投胎。你疯了！多少孤魂野鬼抢破头想投胎，你竟然不去！我摸着算盘珠子，笑了笑。我还有一笔账没收回来，我要在奈何桥边等一个人。判官看着我，叹了口气。地府岁月漫长，你等得起吗？等得起。我转身走向了奈何桥，桥下的忘川河水翻滚着浑浊的浪花，孟婆在桥头熬着汤，热气腾腾。我在桥边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把算盘放在膝盖上，开始拨弄。1颗2颗，1天2天。地府里没有时间的概念，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我只知道阳间的梅花开了一次又一次。顾恒之听了我的话，他没有寻死，把顾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临安首屈一指的皇商。他每年清明都会来我的坟前，带上那4叠规矩分毫不差的贡品。他再也没有娶妻。临安城的人都说顾老板是个痴情种，为死了多年的发妻守了一辈子。我听着那些过路的小鬼带来的消息，心里觉得好笑，又觉得酸肃。这个傻子，还真是一笔账算到底。直到有一天，我正在低头拨算盘，啪嗒一声，算盘框裂开了一道缝。我愣了一下，紧接着我感觉到我生死簿上的那笔账突然消失了，羁绊断了。阳间那个为我上香的人不在了。
我猛地抬起头，奈何桥的尽头大雾弥漫，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慢慢从雾气中走出来。他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但他走得很稳，背脊挺得笔直。他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看着我，眼底泛起熟悉的温和笑意。他的声音和10年前一样好听。算清，我活够本了，我来找你罪账了。我看着他，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站起身，扔掉手里的算盘，扑进了他怀里。这一次我没有穿过去，我抱到了实实在在的肩膀，感受到了他胸膛里那颗属于我的跳动的心。顾恒之，我埋在他怀里，声音闷闷的：你迟到了，这笔账得算利息。他紧紧地抱住我，笑声震动着我的耳膜。好，好，连本带利，下辈子我还给你。忘川河畔，彼岸花开得如火如荼，我们牵着手走上了奈何桥。孟婆递过来2碗汤，我接过来，看着顾恒之，喝了这碗汤，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不怕下辈子找不到我？顾恒之端起碗一饮而尽，他看着我，眼神明亮。不怕，你是临安城最好的账房，只要我欠你的账还在，你总会找到我，找我要债的。我笑了，仰头喝下孟婆汤，前尘往事在脑海中渐渐模糊，唯有他手心的温度依然滚烫。没关系，这辈子的账算清了，下辈子我们重新开账。